今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这样子一张图片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很美？好，这样子一张图片，我们按照这一张图来去构思，来去按照这个实物去写生，按照这一个物象，然后我们把它去变成一幅作品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下分解。首先这一张图的话，这朵花的话它太简单了，我另外找了一朵跟它差不多的花。这朵花它就比较复杂。刚刚那幅图上的那朵花，它就是太简单了，因为它是那种单瓣的花，就是只有2层啊。就不太好看，那我就另外找了这一朵牡丹花。这朵牡丹花它非常的有层次感，而且有变化。我们要画的话就要找这种有变化、有层次感的这种花来画，就更加能够有能够更加好表达这个牡丹花的这种富贵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还是做一个分解这个花型，还有颜色，还有这个构图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这幅作品还是一样的这个流程，先去做这个分解这个花，分解这个花型，分解它的这个颜色，分解它的花瓣，然后分解它的构图。好，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。今天这朵花大概是一个圆形，是一个正面的花啊，是一朵正面的。这朵花是一朵正面的，花心在中间，花心基本上是在中间。我们今天画一朵正面朝我们的这一朵花，然后我们把它分为2个层次哈，中间的一个层次。它这个是花心，这个它是跟这个包起来的花心有一点不一样。包菜型的我们全部包起来，这个是有花心的，它有盛开的，也是一样的哈。这种常规型的，中间的这一层它是有一点稍微的往里包哈，有一点稍微的往里包有一点往里包。这样子朝这些方向往里包哈，朝里包。当然我们不是说特别它一定是很规矩的，包的一定是很规矩的，我们要有变化，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变化。我们现在就是分解它这个花的这个形态，它的姿态。等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个花瓣就朝着这些箭头的这种方向去画它。那么去组织它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花瓣怎么去组织。有一些家人就是初学者，因为不知道从哪里下笔，不知道这个花瓣怎么去把它组成一朵花。我们要先讲解哈，先分解这一朵花。这朵花大概的形态是这样的，这个是花的一个特征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它的什么大规律，我们一直在讲的是大规律。什么大规律？我们要注意这个什么是花瓣的大小啊，花瓣的大小。然后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，然后物象的虚实变化。变化知道吧？这个变化这个词，我们在画画中，在画这个国画中一直在画这个变化。我们要去共性，就是要找变化，在变化中求这个和谐。好，这个是常规型花的它的一个花型的对花型的一个分解。然后颜色呢？好，我们底色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绿啊，太白加3绿。好，第二个我们用什么颜色？我们今天用牡丹红，好吧？用牡丹红，然后用这个曙红，然后稍微的最后用一点点胭脂，好，这个是今天的颜色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构图，正好我今天发现了别人拍的一张图片，就是拍的这张图片特别好，
刚好我们可以去画它，按照这样子的构图去画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们把这朵花画在这里，跟它一样，把这朵花画在这里，然后从这里出枝，从这里出枝。好，这里会长一些叶子，两边都会有一些叶子哈，有一些叶子，然后这边再出一个枝，出到上面，上面这里会有一些芽、嫩芽之类的，有一些嫩芽、嫩叶什么的。好。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构图，纸还是4尺4开，纸还是4尺4开的纸啊，纸还是这个4尺4开的。好了，大家觉得还需要分解花瓣吗？想要看分解花瓣吗？家人们想要看分解花瓣吗？好，我们首先开始先调一个底色啊，我们首先调一个底色，备用。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。好，我们加一点水，把它调和。太白加3绿调和。把它调成这个牛奶状，不要调成酸奶状，不要太干了，但是也不要太湿了。太湿了，大家可能掌控不好这个水分啊。好，我这里感觉调的有一点点太湿了，我再加一点太白啊，再加一点太白。我们这个底色调好之后，放到一边备用。好，我们今天再调一个今天要用的这个颜色。今天我们刚刚分解的用的是这个牡丹红，好久没有用牡丹红了。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。好，我们首先来
画一下，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花瓣。这朵花它是一个常规型的，那么它的花瓣也是比较常规型的正反瓣的组合。我们先调这个牡丹红，好不好？把这个牡丹红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这个1/2的地方，要慢慢的晕上去，一边调，这个笔是一边的这样子转动，一边转动一边调哈，一边转动一边调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牡丹红均匀的晕在这个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再蘸一点深的，笔尖再蘸一点深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了。我们开始画这个花瓣。好，这个花瓣的话，我们先来示范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啊。当然，我们两边这两笔要有所不同啊，要有不同，要一笔大，一笔小。我们不要两边一样大，画的太平均了。如果我们这个花瓣把它画的太平均了，它就不好看，而且我们的颜色一定要调得非常均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啊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。然后这个缺口，这个花型的这种缺口啊，要有所不同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外围要有所不同，不要太均匀了。咱们不要画成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太均匀了，太圆了，那么它就不好看。一定要有变化，去共性，知道吧？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词语，去共性，就是把这个，如果说这个真的花它长得太一样了，我们画的时候就要把它变化，要去掉它这个共同点。好，我们调色一定要调均匀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非常滋润的，颜色调好了，你这个就成功一半了。我们的新朋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调色啊，你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调色。首先你就要看我怎么调色，仔细的哈，一定你看我调色调了多久，一定要有耐心。画画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活，一定要有耐心，要细心的去调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把颜色调匀了才去画啊，画这种反瓣，我们画多一点，画这种朝向的，就这样子一笔侧锋这样子推过去，然后一边再点一笔，一边点一笔，两边这两笔都要有所不同啊，就是我们不用去追求说一定要把它画的哎呀多么标准多么圆，不需要，我们就是要让它有变化，有这种变化它才好看，它才不至于那么死板。我们画的东西要让它活。好，再画几个哈，这一边的推过去，错锋推过去，这一笔推的特别圆哈，然后一边再一笔，一边一笔的话要一笔大一笔小啊，一笔大一笔小，你看。它这三笔都是有不同，三笔都是有变化。我们避免，你看我画的花瓣都不会说，太圆乎乎的。我画的花瓣从来不要它圆乎乎的，我们就不要画的圆乎乎的，画的太圆了，它就是它就会整朵花你组合起来就会显得死板，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灵活，没有那么好看。好，我们继续加一点颜色。你看，我们画了一个花瓣之后，就基本上要去补充一些颜色啊，要去补充，笔上就要补充颜色了。笔尖一定要有最深的。你看我调完色之后，笔尖有调这个有沾一下这个最深的，让这个笔尖最深，由深到浅，这个自然的一个过渡。我们再画一下这个侧面的花瓣。我们侧面可以三笔啊，侧锋一笔小的。然后从这里再来一笔，按下去提起来一笔大一点的，两笔，然后再来点一笔，推一笔，这个三笔组成一个这个侧面的花瓣。这个花瓣的形状就是一个侧面的。假如说这个花瓣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是一个花瓣的话，花瓣它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？这样子勾起来的这种形状啊。假如说我们的手是这个花瓣，那这个花瓣就是这样背面的，那这个花瓣就是这样子侧面的哈。好，继续添加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侧瓣啊。
好，一个侧锋，一个小瓣，然后中间一个大瓣，好，再往外拖一笔，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，3笔组成一个侧面朝我们的一个花瓣。好，这个是侧面的这个花瓣。那还有一种这个侧瓣，这个是稍微大一点的侧瓣。好，还有一种小的侧瓣，这种大一点的侧瓣啊，就是这个花瓣它侧的大一点，然后我们再侧一点哈，变得更小一点的这个侧瓣啊，变得更小一点侧瓣，我们带一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。这个是小一点的，这个更小一点的侧瓣，它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哈，只是说它侧的更厉害，所以它更加小一点。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一定要有最深的颜色，笔尖最深的颜色。好，我们画一下叫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，我们再来画这个侧面的花瓣。好，这个带一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。再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啊，这样子就是一个侧瓣了啊。我们可以拉长一点，这个尖可以拉长一点。好，这个是侧面的花瓣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笔上这个底色没有水分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去加一点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继续调色，加完底色之后还是一样，首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花瓣我再示范多一点，这个花瓣稍微难画一点哈，这样子带一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啊。好，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个尖。好，这个就是这种侧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。这种侧瓣在我们这个画这个常规型花瓣的时候，通常会用到，经常都会用到。那我们再去补充一下它的正瓣哈，这个侧瓣里面是有正瓣的。那你的这个花瓣，假如说我这个手是这个花瓣，这边是这个侧面的花瓣，那这边还有这个正瓣，那我们去补充它这个正面的花瓣。补充正面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的调色的时候颜色会稍微的深一点点哈。啊，这样子去补充1笔、2笔、3笔。好，这样子这一个花瓣它就是完整的，这个花瓣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。调色是非常重要，你看每一次我们花在调色上都是花了很长时间，很多时间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的这个叠加哈，这个一层。你看这个花瓣其实跟长面这个花瓣是一样的，只是说我们把它画的没有那么宽，没有那么大而已。我们要画这个背面的花瓣要有这个变化，要有大小、有宽窄这些变化。那我们画叠加的时候，我们叠第2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叠的比较窄一点哈，可以1笔、2笔慢慢的往上叠啊。那这样子往上叠加。2层花瓣的这样子去叠加，我们就这样子去画啊，就这样子去画，中间可以加一点这种深色的。好，2层花瓣叠加，我们这样子去画。那么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通常会还有一些这种碎花瓣。那碎花瓣我们就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去点它，直接笔这样子去点它，或者是你这样子去拉一下，或者是这样子去拉一下，这样自己点一下。这些是我们这个通常就是我们画这朵花正反瓣组合，旁边会有一些这种碎瓣，那我们就这么去画它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笔上没有底色又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啊，干了我们再加一点底色。其实这个常规型的它就是这些花瓣组合，正反瓣、侧瓣、碎瓣，还有这种叠加的这种花瓣的去组合，
好，那我再给大家画一个组合，正反半的组合。那么画这个正反半的组合，我们首先把所有的这种反半都画出来啊，先把所有的反半都画出来。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。那我们画一个大的反半，这个反半是不是特别大？那么在有大有小哈。我们要画这个组合的时候，这个反半是要有大有小。你看这个大的旁边有一个这么小的，然后我们再画一个比较宽一点的，这个就是变化啊。我们在画画中就是要画这种变化，一定要去共性呢。去共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实物中，如果这3个花瓣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去掉它的共性，我们把它变成不一样的。好，继续来。那这个短一些，好，这边来一个跟它相对的啊，相对的。我现在是给大家示范这个组合，现在画了这么多反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去把它这个反半里面去补充这个正半啊，补充这个正半。补充正半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调多一点哈，调饱满一点，大胆一点，把这个颜色均匀的晕在这个笔上面来，调厚一点，调厚一点。然后笔尖沾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笔尖沾点曙红，笔尖沾一点胭脂啊，沾一点曙红，再沾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这两个反半是在相对的，我们就把它画成一个花瓣啊，就是一个花瓣这样子卷起来这种感觉啊。一个花瓣这样子卷起来这种感觉，我现在感觉这个笔上有点干。我们在画这个正半的时候，你想把它颜色画深一点，那么你可以加一些水分，不要加这个底色了。如果你加太多的这个底色，它就没办法深下去，颜色没办法深下去，明白吗？你如果说想它没有那么深，想它浅一点，你也可以加这个底色，这个是灵活的哈，没有一个一定的，不是说这个是一定要怎么做，而是灵活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从这些所有的反半的这个缺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半啊，从这个小缺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半啊。好，这个正半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，包到这里来，哎，这里这个花瓣包起来。好，我们继续补充颜色。我们画了一笔之后，这个笔上这个笔尖一定要补充这个深色，否则你就看不出这个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个衔接的这个层次感。好，你看这个小小的里面也要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点出来。笔尖再来一点深的，那这一个花瓣，从这个花瓣的2个中间这个最深的这个缺口的地方开始补。我们这里补了一层之后，我们可以再来一层，让这个层次显得特别丰富。我们可以点哈，避免这个花瓣太圆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点的方式，去补。好，笔尖来补充一点深色的。好，这个小小的里面也要补充哈，也要补充这个正半。像这个小小的反半里面也要补充这个正半啊，也要补充这个正半。好，这样子会显得这个层次会更加丰富。好，颜色没有了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。没有颜色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。颜色这3个颜色依次的调和，让笔上有这个由深到浅的这个变化。好，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补充2层，让它的层次显得更加丰富。好，这样子可以点一下，瞪一下，然后让这个，为了是让这个花瓣不要太过于死板，太过于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根部，这个花瓣的根部也要补上，这个根部，这个层次感才会出来啊。如果你这个根部没有去画的话，
它这个花瓣就感觉飘起来有点虚了。把这个根部的这个深色补上之后，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才会体现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这个正反瓣的组合？这些正反瓣你们看得清楚吗？什么是正瓣？因为很多家人们就是因为说分不清楚这个正反瓣，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会在直播间给大家示范这种组合，示范这种组合就让大家更加明白清楚的看出这个正反瓣，像这样子哈，像这样子就是反瓣。这个就是反瓣哈，像这些哈，这些就是正瓣，这些就是正瓣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特意把它的颜色又有深浅的这种变化，让大家看得更加，让大家区分的更加明白，更加清楚。我现在示范一下这种大花瓣。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底下经常会有这种大花瓣。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滚哈，调好颜色之后这样子去滚它，这样子用笔这样去滚它，滚一个大花瓣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两边可以再去添加，这样子滚出来由深到浅的一个过渡。滚完之后，这个褶皱的地方也可以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褶皱点。好，这个大花瓣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这么去推哈，这样子一笔笔的这样去推。当然，我们推的时候不要一下子推过去，我们要有一些停顿啊，有一些停顿。为什么要有停呢？有停就是为了我们要有这个花瓣的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，要有这种花瓣的这种边缘的这种缺口啊，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的变化。我们不能一笔这样子画过来，让整个花瓣显得特别圆，它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再补充一下颜色，那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通常还有这样子画啊，两笔组成啊，一笔，然后从这边再来一笔，两笔这样子去组成。先笔上太干了都画不出来，太干了我们加一点水哈。我们画这个正瓣的时候，颜色比较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加水，颜色你想颜色浅一点就加底色啊，明白吗？好，这个花瓣我们再来一次啊，这样子出来，然后一笔，然后再来一笔，两笔组成的一个这种大花瓣啊，这个两笔组成一个这种大花瓣，这种大花瓣也很美，很好看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花瓣我们就示范这么多，